嫦娥6号成功返回地球了，估计最尴尬的可能就是欧空局了。为啥？因为就在嫦娥回来的2个礼拜前，欧空局的高官不仅对外宣布不会参加中国主导的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就连后续的嫦娥7号和8号探月合作也不定能成。其实这已经不是欧空局第一次拒绝和中国航天的合作了。早在去年年初时，欧空局就宣布取消与中国国际空间站的合作计划，同时还取消了派遣欧洲航天员进入天宫空间站的准备。这2次决定非常奇怪。要知道，这些欧洲航天员为了能够顺利登上中国天宫空间站，经常和我国的航天员进行训练，甚至努力学习了好几年的中文。结果说退出就退出了。在探月工程上也是如此，欧空局首次与中国合作，自家的负离子探测仪就成功的送上了月球背面。可以说2家的合作相当成功。按道理来说双方应该是更加深合作才是，怎么突然就做出这样的个表态呢？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吗？其实不用说自然是老美这个小屎棍在背后使坏。这个不是我瞎说而是美国专家自己说的。在欧空局发布声明后，美国的一位航天智库专家就站出来说，欧空局的这个决定能够让美国保持领先的地位。其实美国这些年一直在绑架欧空局。前2年，美国制定了阿尔特弥斯计划，准备重返月球，但是美国自己的制造业能力压根撑不起这么大的雄心，于是他们就利用月球资源拉拢盟友，告诉他们只要和我合作，就可以一起瓜分月球资源。本来欧空局还不同意，按照联合国的规定，月球资源应该属于全人类的，是印在联合国外太空条约里的。美国这份协议明显违反了规定。然而对于美国来说，有利于他们的条款才是规定，不利于他们的就是白纸一张。美国压根不管其他国家的抗议，反而威逼利诱其他国家，其中欧空局成员国就是他们攻略的对象，意大利、英国、卢森堡、法国、德国、西班牙等等，一个个被拉拢过去。虽然欧空局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美国的协定，但是你的成员国都是我的人了，难道你还会继续反对吗？所以这一次欧空局的2次表态，就是美国针对中国航天的一次行动。自从嫦娥6号发射成功后，就创造了很多记录，欧美媒体非常罕见的进行了正面报道，路透社、英国卫报、BBC 等媒体都在夸中国，中国的航天形象一下子上升了很多，这是美国不能忍的。反观美国呢，国际空间站和登月计划都遇到了问题。阿尔特弥斯协定原本计划在24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可结果因为各种技术问题不断延期。2023年好不容易发射了阿尔特弥斯1号，结果飞船的隔热罩出现了问题，无法解决，因此阿尔特弥斯2号要推迟到2025年才有可能起飞，也只是有可能。如果隔热罩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还要往后延。还有前2天美国 NASA 与波音合作的载人飞船星际客机，前脚才刚送上2名宇航员进入空间站后，就因为飞船漏气、国际空间站老化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现在无法准时让2名宇航员返回地球，返程的日期一再延期，现在同样没有具体时间。这就让美国和他们的盟友很尴尬。原本大家奔着美国，就是因为美国航天技术领先，还许诺了大家很多好处，这才加入美国制定的协议。如果弄了半天，美国的航天技术反而落后或者飞不起来，那么前面的协议不都白费了吗？毕竟和中国合作，你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和美国合作，你可能得到的就是一张又一张的白纸了。